好家伙，出大事了！你有没有想過，有一天你吃的豬肉不是從養殖场出來的，而是用打印机打出來的？先別驚訝，這事兒已經發生了。2013年，世界上第一塊細胞培養肉漢堡在荷蘭問世，成本高達33萬美元，一口下去一套房沒了。但到了2025年，這個數字已經降到每公斤50美元以下。有行業報告預測，到2028年，成本有望降至每公斤8美元以下，接近傳統禽肉的價格區間。那這東西到底是怎麼來的呢？說白了，就是從活豬肉身上取一小塊肌肉組織，提取幹細胞，放進一個叫生物反應器的大罐子裡。罐子裡裝滿了營養液，細胞在裡面瘋狂分裂，一個變兩個，兩個變四個，2-3周的時間，細胞數量就能達到上百億。然後 3D 打印機上場，按照真實豬肉的結構，把肌肉細胞和脂肪細胞一层层堆起来，瘦肉放哪，肥肉放哪，筋膜怎麼走，全部程序控制。打印完再養幾天，讓細胞长在一起，一塊肉就成了。整個過程不到1個月，而傳統養豬從出生到出欄最少6個月。你可能會問為什麼要搞這麼複雜的東西？因為形勢嚴峻呢。人農組織的研究顯示，到2050年，全球肉類消費量預計將增長近73%。地球上的地就這麼多，人口還在漲。傳統的養殖方式飼料轉化率低，水資源消耗大，全球大量的農業用地都拿去搞畜牧了。說白了，不是科學家閒得沒事幹，是再不找新路子，地球可能真扛不住了。還有一個你可能沒想過的問題，就是抗生素。養殖場裡豬從小到大的過程中，要不停地吃抗生素，不是因為它生病了，而是預防性的吃。豬圈密度大，一頭豬生病，全圈撂倒。全球生產的抗生素裡，超過70%餵給了動物。後果是什麼？世衛組織已經多次發出警告，抗生素越用越多，細菌越來越抗揍。超級細菌一旦失控，人肉真感染上了，可能就無藥可用了。而培養肉是在无菌环境裡长出來的，压根不需要抗生素，沒有寄生蟲，沒有病毒，更沒有藥物殘留。那現在全球發展到哪一步了呢？截至2025年底，已經有12個國家批准了細胞培養肉上市銷售。新加坡20年首開先河，批准了培養肌肉銷售。美國也在23年批准了2家公司培養肌肉。2025年 FDA 還批准了全球首款培養豬肉脂肪產品。當然咱國內也在做，比如南京農業大學周光宏教授團隊2019年就做出了中國第一塊細胞培養肉，截至25年底已經成功實現全球首次培養豬肉2000升規模化試生產，領跑世界。當然這東西現在還不能完全替代你在菜市場買的五花肉，目前做的比較好的是肉餅、肉糜、香腸这類加工品，因為不需要太複雜的組織結構。但你要一塊帶皮帶勁兒、肥瘦相間的紅燒肉，那個層次和風味現階段的技術還做不到。所以更可能的情況是培養肉先進加工食品，比如速冻水餃馅、方便面肉包和现代肉餅。傳統豬肉繼續佔領生鮮市場，兩個並行，不是誰替代誰。至於安不安全，細胞來源和傳統豬肉一模一樣，都是豬的肌肉細胞，區別只是在哪裡長大，一個在豬身上，一個在罐子裡。成分上，蛋白質、脂肪、氨基酸沒有本質區別。已經批准上市的國家都經過了嚴格的食品安全審查。當然，長期使用的數據還在積累中。其實說白了就一句話，咱們以後的選擇是會變多，而不是變少。那麼你想嘗嘗培養肉嗎？